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房车保温隔热材料的介绍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当房车的内饰快要完成以后呢，这一部分其实是看不见的。但是呢，其实保温隔热对于房车的使用舒适性以及耐用性是非常重要的。本期视频呢，我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和对比一些不同的材料，以及我们将推荐使用什么在房车上，希望对大家有用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主题吧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隔热处理。房车内的温度会受到热传递的影响，热传递主要存在3种基本形式：热传导、热辐射和热对流。只要有温度差存在，热能就会以上3种形式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，从温度高的传到温度低的。隔热层的安装能够帮助减少热传导，从而降低热传递。接下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R 系数。简单来说， R 系数是用来衡量隔热材料的阻隔热传递能力的一个值。R 系数越高，隔热效果就越好。比如在夏天 R 值越高，从外界传导进房车内的热量就越小。相反，在冬天 R 值越高，从房车内损失掉热量也就会变得更小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常见的隔热材料，我会给大家对比它们的 R 值以及优缺点总结。第一种材料，也是我们这辆房车使用的 3M 的 Thinsulate， 它是一种合成纤维， R 系数在5左右。它的优点呢，首先是安装非常的简单，也容易裁剪。其次呢，防潮效果非常的好。这里需要强调一下，因为我们住在房车内，人的呼吸呢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，水蒸气在遇到冷的车体时会冷凝成水，所以呢，房车隔热材料的防水防潮性能一定要好，不然的话会产生霉菌，影响身体健康。好，回到优点总结，第3个优点呢，这种材料呢不会释放有害气体，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。接下来呢，不会掉落纤维，不会导致过敏。还有呢，这种材料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，给我们更安静的居住环境。Thinsulate 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价格比较高。第2种材料，隔热泡沫板，它的隔热系数呢也差不多是在5左右。这种材料呢可以完全的阻隔水蒸气，当然也是防潮的。泡沫板的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比较硬，不适合不平整的墙面。但是呢，用于地板的隔热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们之前的一辆房车的地板就是使用的泡沫板作为隔热材料。第3种材料，喷涂泡沫，它的 R 系数呢是在7到10，喷涂的越厚呢，这个 R 值也就会越高。这种材料也可以完全的阻隔水蒸气，达到很好的防潮效果。泡沫可以喷涂在各种形状的车身内，但是呢，缺点是自己非常不好的操作，而且容易喷涂到到处都是。而且呢，因为喷涂过程中泡沫会膨胀，如果处理的不好呢，会损坏车身的结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不推荐在房车上使用。第4种材料，防火岩棉，这种材料呢是用矿物材料在高温下制作而成的纤维隔热材料。R 系数呢在10到15，优点是隔热效果比较好，安装也比较简单，而且呢它防火防潮，而且不会释放有害气体。但是它的缺点呢是会掉落纤维，所以呢在安装的过程中需要特别的注意好防护，不然的话容易造成皮肤过敏。第5种材料呢是羊毛隔热材料，顾名思义，这种材料是用羊毛通过一定的处理而制成的， R 值在7左右。这种材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防潮性能不是很好，而且会有动物的气味，所以说呢，有的人会不太适应这种材料，并且呢，这种材料是通过一定的化学处理，所以说呢，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不推荐。第6种材料，铝箔气泡隔热膜 ，R 值呢是1左右。优点呢是非常的薄，而且柔韧性好，适合用来包裹不规则的部分，比如说车轮部分。但是缺点呢也非常明显，就是它的隔热效果很一般，而且呢这种铝箔在挤压过程中会发出噪音，所以说如果处理的不好呢，在行车过程中会有异响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一些隔热材料的简单介绍和优缺点总结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房车的隔热材料的具体安装过程。首先来看看地板隔热的安装。由于考虑到要尽可能的保证车内的高度，我们这次呢没有使用隔热泡沫板，而是使用了更加节省空间的 3M 的 Thinsulate 材料。在安装好地板龙骨之后，用 Thinsulate 裁剪成需要的形状，然后呢喷涂胶水，把 Thinsulate 固定在地板上。可以看到我们的房车加上地板龙骨和地板，一共只增加了45毫米的高度，整个车内的高度呢也做到了差不多有1.9米，所以说呢高个子的朋友也不用担心。接下来是两侧内墙和车顶的隔热层安装。相同的方法非常简单，把 Thinsulate 按照需要的形状剪裁成不同的形状，
用喷雾胶水固定好就 OK 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不要忽略狭小区域和缝隙，比如说这个墙体中间的结构件，它是中空的，如果不加入隔热，会造成很大的热量损失，降低车内的保温效果。对于这样的难点呢 ，Thinsulate 也是很好操作的，只需要裁剪出一根很细长的隔热材料，然后通过空洞慢慢的塞进空隙就可以了。现在整个隔热安装就完成了，看着是不是很干净整洁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。